兄弟们，你们说在古代打仗的时候，那冲在第一排的士兵是咋想的？战场上那么残酷的状况，站在第一排岂不是说没就没了，甚至还没来得及出手，就已经被巨大的人群吞没，使得自己造成0杠21的战绩。那么在战场上站在第一排，究竟是靠个人自愿的，还是被将军统一安排的？这个问题，今天就由前途君为大家详细解答。首先，在古代的军队里，士兵也分3、6、9等，分别是新兵、老弱病残和精锐部队。首先，新兵完全没有战斗力，甚至刚刚充军就会被直接拉去战场，基本上只有充当人数的作用。当敌人一听到庞大的数字时，难免会害怕，也以此来震慑敌军。而对于菜鸟而言，没见过什么大场面，见到一股气势汹汹的敌军，没有临阵脱逃，已经是尽职尽责，并且还把职业道德拉满了。那么对于老弱病残的这一类士兵，那就大有说法了。这类士兵的真实情况往往很难揣测，因为分不清是装的还是真实的。当敌方将领听说我方阵地的士兵全部都是残血时，心里难免会产生躁动，满血打残血的信心油然而生。可当冲到我方阵营时，才真正发现这并不是残兵，而是精兵，就会因此葬送自己的性命。这种状况就曾在曹操身上发生过。当时马腾假装归顺曹操，并且让自己手下以一当十的精兵秀演技，表现得非常懒散且战力低下。因此当曹操卸下防备时，来了个出其不意，使得曹操也因此差点丢掉性命。那么最后一种精锐部队就很好理解了，简单来说就是兵里的兵王，吃的比普通士兵好，装备也要比普通士兵更精良。其实和我们现在的特种兵性质是一样的，一个打10个，每场战斗下来都能拿 MVP。从路人视角来看，这类士兵就是战力天花板。10万普通士兵和10万精兵相比，真的完全是天差地别。那么了解到士兵的大致种类后，大家肯定认为在战场上放在第一排的士兵肯定是新兵，让他们扛扛伤害，吸引火力，等敌军打累了，再让精兵出场轻松收割，拿下胜利。但真实的情况往往不是这样的，恰恰相反，在战场上并不是新兵打头阵，而是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才能站在第一排。对于能力一般的选手，你想去还真去不了。之所以这样编排，是因为精锐士兵至少都是见过大场面的，看到敌人气势汹汹的冲过来，不会因为害怕而撒丫子就跑，具备最基本的胆量和职业道德。而且在古代的战争中，拿着弓弩对射是每场战斗的必备环节，你还在冲锋的路上，就有极大的可能被漫天飞雨带走。这样看来，两军交战时真正能近战互殴的机会确实不多。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，士兵承受伤害的主要来源还是这些弓弩等远程武器的输出，并且在这些弓箭远程火力的覆盖下，无论前排后排中箭几率都是一样的。而前排士兵一般还都带着盾，箭雨射过来直接躲在盾下面，相对也比较安全。除此之外，部队阵营在作战中也会根据实际情况来交换队形，就比如诸葛亮带兵打仗最喜欢根据战场情况来排兵布阵，先把阵法的变换告诉将领，将领再传达给手下的士兵。倘若带头的是新兵，啥也不懂，那样的话阵型变着变着就变没了，还谈什么战术，妥妥的送人头啊！所以还是得让精锐打头阵，不仅能完美的理解上级传达的意思，也能把身后的人带好，至少不会因为经验少而坑了队友。而另一种情况，一直取得过多次胜利的精锐部队，对于打败敌人这件事上也会有着强烈的信心。将军们常说的士气高昂，乘胜追击不是没有道理，并且在这些士兵的职业生涯里，倘若在绝大多数和敌人的对战中没有输过，甚至存在过以一敌百这种极为悬殊的伤亡比，那么在这样无数次的经验中，他们就会相信只要保持整齐的队形，不要动摇，最后失败的就一定是敌人而不是自己。这种情况下自然是没有任何害怕或者逃跑的理由的。那么以上的战斗状况都能归类在算定战。倘若一旦打起来，突然发现敌方战力也很强悍，这种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就会是古时候常说的死命战了。一般在这种情况下，新兵的脑子里会有各种千奇百怪的想法，是战是逃拿捏不准，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，一丝一毫的走神都会改变局势的走向。所以反观经验老道的精锐部队，他们就很清楚一个道理，那就是面对相同实力的对手时，根本不需要多想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硬挺下去。一旦自己一方的队友坚持不住先崩溃，
退，那么唯一的结局只能是被敌人单方面的屠杀殆尽。精锐部队不是天生的，怎样才能把一个普通的士兵变成一个经验老道的精英呢？这是每一位将领都要想到并且解决的问题。况且怕死又是人类的本性，即使是精锐的老兵，当面对必死的局面时，也会权衡利弊，产生逃跑的念头。而新兵就更不用说了。那么如何才能把士兵牢牢地固定在队伍的第一排呢？其实说白了，还是要靠严明的军规军纪。而严明军纪存在的必要性，完全是2个点在支撑，那就是厚赏和重罚。在古代的部队里，军中能达到领赏的条件一般分为4种：斩首、斩将、夺旗、先登等情况，并且无论在哪个朝代，士兵拿着敌人的将领去领赏时，奖励都是相当丰厚的。而恰巧在那个年代，有钱才是硬道理，因此金钱是把这些士兵绑在前排的重要因素之一。对于站在前排的士兵而言，可以最早一批冲入战场，凭借自身实力拿下敌方首级，这样的先天优势肯定要比站在后面的士兵几率要大得多。士兵们也会因为超高的奖赏愿意去拼一把，以此来让自己的后半生衣食无忧。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。但同样因为这个奖励制度，很多冲在前面的士兵一旦取得敌将首级，为了防止被自己人抢走功劳，就会第一时间往回走去报功，这就会给后面的士兵造成严重的误导，以为前面已经打输了，开始败逃了，就会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最后弄得整个队伍都糊里糊涂的撤军，从而断送了己方的胜利。那么上面说的这些都是士兵们因为超高的奖励而选择站在前排，但接下来要说的则是另一个真实的原因：重罚。要想让一个士兵乖乖听话，倘若只给他糖吃，只会让他变得越来越贪婪，最后难以管教。真正让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敢擅离职守的原因，还得是严酷的军法。在宋朝时期就有军法规定，在战场上如果不是将军的命令，自己擅自逃离队伍的士兵直接斩首。而明朝也同样规定，倘若一个士兵在对战中逃跑，那么就处置他们的甲长。倘若甲长没有逃跑，而手下的士兵逃跑了，甲长一旦阵亡，他的家里将会收到一笔巨额抚恤金，而他手下的士兵则会被抓起来斩首。那么从这种情况就可以看出，逃跑的话基本上都是必死的。反过来去战场上拼命还有一线生机，就算自己命不好牺牲了，家里也还能收到丰厚的抚恤金。这笔账无论是新兵还是精锐都是会算得很清楚的。那么将以上2点总结来看，丰厚的奖赏可以刺激士兵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去卖命，严酷的军法又强制的约束着他们的行动。无论什么兵种，在战场上能做的只能是绝对服从军令，不管你被排在什么位置。对于那些在严酷的战争中通过考验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而言，渐渐的都成了经验丰富战力强悍的精锐，以后一般的战斗根本不会撼动他们的内心，就算遇到强大的敌军也会咬紧牙关坚持到底，直到有一方的战斗意志彻底崩溃。所以在古代的战争中总是会出现一边倒的局面，因为战败的一方无论是士气还是老兵的存活都是极少的，补充的兵员也都是新兵，拿他们来对抗胜方那气势高昂经验丰富的老兵，无疑就是送经验送人头的行为。当然，如果一支强军因为将军的指挥失误而伤亡惨重的话，也会很容易就因此一蹶不振的，因为最核心能打头阵的精锐没有了。那么以上就是古代士兵站在第一排的全部原因了。倘若还有小伙伴要补充的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前途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